欢迎收听今天的深入探讨。我们都知道要让 AI 学会像影像编辑这种精细活，挑战真的不小，对吧？对。特别是怎么让他听懂我们那些有时候有点模糊、有点随性的指令，然后还要像个设计师一样很精准的去动手。没错，这个理解人类意图一直是个大难题。那今天我们要聊的就是 Apple 最近的一个蛮大的动作，他们公开释出了一个叫做 Pickle Banana 400K 的大型资料集。是的，这个名字很有趣。对啊 ，Pickle Banana。你可能已经在科技新闻或者研究论文网站，像 RKSR 甚至是 Reddit 这种论坛上看到大家在热烈讨论了。讨论度很高。所以这次我们就是要帮你梳理一下这个 Pickle Banana 到底是什么名堂。Apple 为什么会一反常态选择把它开源出来？这确实让不少人意外。这背后是不是藏着什么样的盘算？更重要的是，从这个资料集里面，我们能看透目前 AI 照片编辑能力的真实水准，还有它的天花板大概在哪里？对，这个资料集本身还有它的产生方式，透露了不少讯息。好，那我们就直接切入重点吧。首先，最基本的问题 ，Pickle Banana 400K 这到底是什么？听起来名字很有趣，但内容呢？这个名字确实让印象深刻了。简单来说这是 Apple 发布的一个大规模资料集，里面有将近40万笔，就是说用文字指令来编辑影像的范例。40万笔。对，每一笔范例都包含3样东西：一张原始照片，一段模拟真人说话风格的编辑指令，还有编辑之后的成果照片。所以你就像是一个大型的教学范本。你可以这样想象，就是一个庞大的看图说故事、动手改图的学习材料库。40万笔，规模真的不小哎。不过这跟过去其他的影像编辑资料集相比，有什么特别不一样的地方吗？我好像看到资料里提到，他们用的不是合成图片，是真实照片。对，你抓到重点了。这个是它第一个关键的差异。这些原始照片全部来自一个叫做 Open Images 的公开资料库。Open Images。也就是说，它们都是真实世界拍摄的场景物体这些。这点其实非常重要为什么？真实照片有什么特别的？因为以前很多研究用的资料集，为了方便，可能会用电脑合成的图片。但是这样训练出来的 AI 模型，你一旦拿去处理，比如说你手机拍的真实照片，那个效果往往会打折扣就是所谓的那个领域转移 （domain shift）。没错，就是 domain shift 问题。用真实照片去训练，就是希望 AI 将来更能适应我们真实世界的影像，处理起来效果更好。原来如此，用真实照片训练模型才不会水土不服。那编辑本身呢，是人工编辑的吗？还是？这就有趣了，执行编辑工作的其实也是 AI。也是 AI。对 ，Apple 用了他们自己一个叫做 Nano Banana 的模型来进行编辑，所以整个流程变成是用 AI， 也就是 Nano Banana 去编辑真实照片，然后产生出来的结果，再拿去当做训练其他 AI 的资料。等一下。用 AI 来编辑，然后再用这些 AI 编辑过的图片去训练 AI， 这听起来有点像自己教自己，那个品质要怎么把关啊？感觉很容易产生一堆有瑕疵的结果吧？这是个把问题。这也正是 Pickle Banana 400K 的第二个创新点，也是他们解决你刚才这个疑虑的方法。他们引进了另外一个非常强大的 AI 模型。Google 的 Gemini 2.5 Pro。 Google 的 Gemini。 对，让它来担任自动化的品质裁判，用 AI 来当裁判，评判另外一个 AI 的作品好坏，这倒是蛮新鲜的。这个裁判是怎么评分的？它有标准吗？还是随便评？它有一套很结构化的评分标准。Gemini 2.5 Pro 会针对 Nano Banana 编辑过的每一张图片，从好几个维度来打分数。哪些维度？最被看重的是指令遵循度。指令遵循度。对，也就是说，编辑结果到底有没有照着你给的文字指令去做？这部分占了评分权重的高达 40%。哇，40%，很高哎。对，这显示他们非常在意 AI 是不是真的听懂人话。接下来是编辑品质与无缝性，占 25%。就是看你修改过的地方自不自然有没有留下什么破绽或者奇怪的痕迹。这个也很重要。
然后是保留与变更的平衡，占20%。这个是要确保说你没有要求修改的部分是不是还保持原样，没有被 AI 不小心动到破坏掉。对对对，常常 AI 会乱改不该改的地方。没错，最后才是基本的技术品质，像是清晰度啊、色彩准确性这些，占15%。这个评分标准听起来蛮全面的。不过指令遵循度占比这么高，看来 Apple 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训练出能精确理解然后执行指令的 AI。对，就是要听话。这也让我想到一个问题啊，这样训练出来的模型会不会只是学会了怎么讨好那个裁判 AI，也就是 Gemini，而不是真正做出符合我们人类审美观或是我们预期的编辑？有没有可能产生一种像为考试而学习的那种偏误？这个问题非常核心，这也是所有用 AI 进行自动评估的时候都必须去面对的挑战。研究团队在论文里面有提到了，他们有做过比对，他们用了一小部分是由人类专家评分的测试集来校准 Gemini 的评分系统。哦，有人工校准过。对，结果发现 AI 评分跟人类评分之间有很高的相关性。所以 AI 裁判的标准跟人是接近的。在很大程度上是的，这表示 Gemini 的判断能蛮好的反映人类的标准。另外，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就是他们是用一个不同的模型，也就是 Gemini， 来评估另一个模型 Nano Banana 的产出。哦，用不同的模型来评。对，这就像考试的时候，出题老师跟阅卷老师不是同一个人，这样可以提供一定程度的客观性，避免模型自己评自己那种自卖自夸的偏误。了解。你可以把 Gemini 想象成一个可以大规模部署、模仿人类判断的一个代理人 （proxy）。了解了解，透过交叉验证和使用不同模型来降低偏误风险。那如果 Nano Banana 的编辑结果真的很糟糕，裁判 AI 给了低分，比如说低于他们设定的那个0.7分门槛，这些失败的例子就直接丢掉了吗？这就是他们设计巧妙的地方了。失败的编辑结果非但不会被丢弃，反而还有特殊用途。哦，怎么说？系统会先尝试自动重试，给 Nano Banana 最多3次机会，去产生符合品质要求的编辑。啊，还有补考机会。对，如果重试成功了，那么最初那个失败的版本会被保留下来，然后跟后来成功的版本放在一起，形成一对好的 versus 坏的范例。一好一坏配对。对，然后被标记为负面范例。哦，所以这个资料集不只是收集模范生的作品，也把不及格的作业收进来了。这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意义重大。除了那大约25.8万笔主料的单次编辑成功的范例，用来做标准的那个监督式微调 （Supervised Fine Tuning，SFT）。Pico Banana 4000K 还包含了几个特殊设计的子集，各有各的用途。第一种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偏好对子集，大约有5.6万对。啊，就是那个一好一坏的。对，每一对就是一个成功编辑配上一个失败编辑，这对于训练模型的对齐 alignment 非常有价值。对齐 alignment。对，就是让 AI 的行为更符合人类的期望。你可以用像是 DPO Direct Preference Optimization 直接偏好优化，直接教模型去比较、去理解为什么这个版本比那个版本更好。听起来像是给 AI 看对照组，让它学习什么是好，什么是坏。论文里好像有举例。是的，有个例子是指令要求把一根条纹吸管放进牛奶杯里。那个成功的版本里，吸管的位置啊、角度啊、光影啊都很自然，但失败的版本里，可能吸管插的位置不对，或者吸管本身变形得很奇怪。透过比较这两者，模型就能学习到关于物体摆放、几何形状的这些比较细微的判断标准。了解，用失败来学习。那除了这个偏好对，还有其他的子集吗？有，还有第二种特殊子集叫做多轮编辑序列集，大概有7.2万组。多轮编辑序列。对，这里面每一组都是对同一张原始照片进行2到5次连续的编辑。连续编辑，
就像我们平常修图一样，可能先调个亮度，然后再改个颜色，再加个滤镜什么的，一步一步来。没错没错，这就是为了模拟真实世界中那种比较复杂的编辑流程。嗯，很多时候，一个编辑任务不是一步到位的嘛，可能需要好几个步骤才能完成，而且后面的步骤常常需要理解前面步骤做了什么。对，要有上下文。正是，这个子集就是用来训练 AI 处理这种多步骤需要维持上下文理解的编辑任务。这个听起来实用多了。那编辑的指令本身呢，好像也有花样，不是只有一种格式。我看资料说有2种。对，这也是 Pico Banana 400K 的一个细节。他们为同一笔编辑范例提供了2种不同方格的文字指令。哦，哪2种？第一种是长指令详细版，这种指令是由 Gemini 模型生成的，文字非常具体，描述的巨细靡遗，就像专业人士写的那种操作手册。很啰嗦的那种。可以说是相当详细了。比方说，对于一个老旧的 CRT 荧幕，长指令可能会是请将书桌上那个笨重的复古电脑荧幕重新塑造成一个外形稍微流线、深度较浅的 CRT 模型，但要保持它整体的荧幕尺寸和长宽比例不变，同时确保更新后的外形能投射出逼真的阴影，能一致地反射环境光线，并且要能与书桌以及周围的物件无缝地融合在一起。哇塞，这指令真的有够详细。那第二种呢，应该比较简短吧？对，第2种是短指令口语版。这种指令是由另外一个模型叫做 Qwen 15.72b Chat， 它学习了大量人类写的范例之后，模仿改写而成的。它就更简洁、更自然了，就像我们平常跟朋友说话一样。用上面那个 CRT 荧幕的例子来说，短指令可能就变成把笨重的荧幕改成更时尚的 CRT 风格，大小不变，跟桌子融合好。诶，这样清楚多了。或者更简单的，像是把照片里的狗移到靠近篱笆一点，这种指令更贴近真实用户的使用习惯，有助于缩小模型在实验室里的表现跟实际应用场景之间的那个差距。提供2种指令格式，兼顾训练效果和实用性，这个点子不错。好了，那接下来我们来聊聊大家可能最好奇的部分 ——Apple。对 Apple 的动机。Apple 为什么要发布这个资料集，而且还是选择开源？这跟很多人印象中那个有点神秘、凡事都自己来的 Apple 好像不太一样。对，特别是在有些人觉得 Apple 在这波 AI 浪潮中动作似乎慢了半拍的情况下，这背后 Apple 可能在打什么算盘？这个问题确实引发了很多讨论了。从我们看到的资料，还有像 Reddit 上面的热议来看，大家推测的原因大概有几种。第一种，可能是一种追赶策略。追赶？就是说，既然在某些生成式 AI 的领域， Apple 可能不像其他巨头那么领先，那干脆把资源像是这个高品质的资料集开放出来，让整个学术界和开发者社群一起来研究推进， Apple 或许能从中搭便车，加速自家产品的应用。听起来有点道理，借力使力。那还有其他的可能吗？我看到有些讨论提到，这跟 Apple 一直强调的隐私有关。没错，这个观点蛮主流的，这非常契合 Apple 一直以来强调的本地端 AI 策略，还有对用户隐私的承诺。本地端 AI。对，开源这个资料集，可能就是希望推动社群去开发出更强大，同时又能在 iPhone 或 Mac 上高效运行的本地 AI 模型。在手机或电脑上直接跑。是的，如果能在装置上就完成复杂的影像编辑，那就不需要把你的照片上传到云端。这既能保护隐私，又能降低对云端伺服器的依赖和成本。网友就认为，这对那些高度依赖云端 AI 的竞争对手来说，会是一个潜在的打击。把运算放在装置本地，强化隐私卖点，这很 Apple。那除了策略考量，有没有可能只是单纯的研究惯例？这也是一种解释。在学术研究领域，公开研究成果，包括你使用的资料集和程式码，来促进科学的在线性和交流，其实是很常见的做法。Apple 的研究团队过去也开源过其他的 AI 模型，像是 OpenELM。对，有印象。所以也有观点认为，
这可能就是 Apple 内部科学家遵循研究规范的行为，不一定代表什么重大的公司及战略转变。就是研究归研究，策略归策略。另外，还有人猜测可能跟应对未来法规有关。法规？比如说，欧盟或其他地区未来可能会要求科技公司在装置端进行某些内容扫描，扫描，像是为了……例如为了打击 CSM， 就是儿童性虐待相关内容。如果 Apple 拥有自己开发、性能优越的本地端 AI 模型，在遵循法规的同时，或许能更好地保护用户隐私，掌握主动权。应对法规的超前部署吗？这个角度也蛮有趣的。还有吗？最后一个比较宏观的猜测是建立生态系。建立生态系？对，就像当年那个 ImageNet 资料集大大推动了电脑视觉的发展一样。Apple 提供 Pico Banana 44K， 这个有人甚至称它为视觉编辑界的 ImageNet 的基础工具。哇，这么高的评价！它可以让学术界和开发者在这个基础上去打造下一代的影像编辑应用和技术。而这些创新最终很可能又会回馈到 Apple 自己的生态系里，比如说出现更多强大的 App Store 应用。了解。所以听下来 ，Apple 这一次开源的举动很可能是多重因素考量的结果，策略性布局的味道可能还是比较浓厚，可能性很高。那么回到这个资料集本身， Apple 用它和那套 AI 裁判系统对自家的 Nanogonama 模型进行了测试，这些测试结果揭示了目前 AI 影像编辑技术究竟有哪些能力，又有哪些明显的短板。这一部分的发现非常直白，也很重要。它清楚地告诉我们现在的 AI 照片编辑技术强项和弱项在哪里，结果呈现出很明显的两极分化。怎么说？ AI 模型比较擅长处理的是那些不太需要精确空间理解的任务。不需要空间理解？对，例如整体的风格转换，像是套用某种艺术滤镜，这个成功率可以高达93%以上。哇，或者调整照片的整体色调氛围，比如说变成复古感，成功率也接近90%。这些更像是给照片加一层滤镜，是全域性的改变。就是整体感觉的调整。那不擅长的呢？哪些任务让现在的 AI 很头痛？弱点就非常明显了，主要集中在需要精确空间推理、几何控制或符号理解的任务上。空间、几何、符号，听起来就比较复杂。没错，例如要求 AI 移动物体的位置，成功率大概只有59%，才一半多一点。对，然后要求 AI 改变图片中文字的字体或样式，成功率更低，大概58%。这几乎是目前模型的死穴，很容易产生乱码或变形。文字处理果然还是很难。非常难。还有复杂的人像风格化，比如说要把真人照片转成皮克斯动画风格，成功率也才65%左右。常常看到转出来变得很奇怪。对，模型很容易失败，可能会把人脸弄得奇形怪怪，失去原本的特征，或者漫画风格也是。还有图像扩展 （outpainting），就是把图片的边界往外延伸，自动生成内容，成功率也只有66%左右。Outpainting 也不容易做好。是的，这些结果显示，目前的模型对于理解和操作物体的精确位置、保持文字的完整性、维持人物身份特征等等，仍然非常挣扎。事实上，为了确保资料集的整体品质， Apple 在建立 Pico Banana 400K 的时候，甚至刻意排除了某些目前模型表现更差的编辑类型。还有排除的。对，像是要求大幅度改变物体的视角，或者改变人物的姿势，因为这些任务排程的失败率实在太高了。所以简单总结一下，目前的 AI 很会帮你的照片换衣服，就是改变风格、色调这些。这个比喻不错。但在精确的搬家具，也就是移动物体或者改稿子、处理文字方面，还差得远呢。你这个比喻很贴切，正是如此。这个资料集就像一面镜子，既造出了 AI 影像编辑的潜力，也毫不留情地暴露了它当前的局限。特别是那些在移动、形变、文字处理上的失败案例，他们其实是在大声呼喊，只靠文字指令可能不够。
我们需要更好的方法来引导模型进行空间操作，也许是需要能够理解几何关系的训练方法，或者是需要比文字更精确的输入方式，像是用画草图、拉框框的方式来指定编辑区域等等。好了，经过这一番深入的探讨，我们对 Apple 这个 Pico Banana 4000K 资料集应该有了更清晰的认识了。对你来说，这意味着什么呢？首先，研究社群现在多了一个强大而且独特的工具，一个基于真实影像，由 AI 评判，特别针对复杂编辑任务设计的资料库。对，一个重要的资源。它展示了 AI 在影像编辑领域的惊人进步，但也诚实地画出了当前的技术边界。没错，优点和缺点都很清楚。而 Apple 这个开源的动作，可能也预示着他们未来的 AI 策略方向更加侧重于利用装置本身的运算能力，也就是本地端 AI。这跟他们一直强调的隐私保护和硬体优势是高度一致的。对，这个资料集本身，尤其是里面的那个偏好对和多轮编辑序列，是的，这两部分很有价值。对于推动模型对齐，就是让 AI 的行为更符合人类的期望和价值观，还有序列任务处理，让 AI 能完成多步骤的复杂工作，这些研究肯定会带来重要的帮助。觉得是。最后，这里留下一个问题，或许值得你接下来继续思考。我们看到了，即使用上了 Pico Banana 4000K 这样先进的资料集和训练方法，目前的 AI 模型在只依赖文字指令的情况下，对，只靠文字。对于需要精确空间掌握的任务，像是准确地移动一个物体到指定位置，或者修改图片中的文字，而不让它变成一堆乱码，依然感到非常吃力。这个瓶颈很明显。这就引出了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单纯依靠自然语言文字作为唯一的输入指令，是不是从一开始就限制了 AI 模型在几何、空间编辑能力上达到真正精通的可能性？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毕竟，文字本身在描述精确的位置、形状、角度的时候，天生就带有模糊性，对吧？对，文字有它的局限性。那我们是否还需要其他的输入方式？也许是用手画个草图来示意，也许是用滑鼠拉出一个精确的边界框，或者是像研究论文中提到的，用点击或标示的方式来指定参照区域。对，这些不同的互动方式，唯有如此，我们才能真正解锁 AI 对于局部精确几何编辑的掌控力吗？这似乎正是 Pico Banana 400K 这个资料集为我们指出的下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方向。对于有兴趣亲自探索这个资料集的研究人员或开发者，好消息是 Apple 已经把相关的程式码和资料源数据都放到了 GitHub 上，你可以很容易找到。是的，资源是公开的。非常感谢你今天和我们一起进行这次的探讨，我们下次见哦。下次见。